不要被车吓到。哦，我巴沙苗寨，中国最后一个合法持枪部落。这里的男孩子在15岁成人礼时，都会从父亲手里获得属于自己的火枪。这个神秘的枪手部落以及镰刀剃头风俗和独特的树葬文化，吸引我们前来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。我们现在呢是在贵州黔东南的巴沙苗寨。其实呢，中国大大小小的苗寨我们也去过很多个了。那为什么来到贵州呢，还要专门来到这个巴沙苗寨？是因为这里跟别苗寨呢有不同之处。那最显著的呢，就是它有很多不同于其他的特殊的习俗。举个例子，最有名的一点，这里呢是中国最后一个可以合法持枪的部落。这里呢是经过了上面相关部门的特别批准，这边是可以持枪的。那另外呢，这边还有一个镰刀剃头的这样的习俗。所以呢，这些奇特之处吸引着我们来到了巴沙苗寨。我们刚刚到寨子的门口，现在往里面走，里面有那个火枪欢迎仪式，走吧。还没进寨门，就看到几位带枪的大哥坐在寨门口聊天。这是真的枪吗？真枪。里面有子弹吗？没有。放药的，只要放药的，没有。那个药可以打死鸟吗？可以的啊，放子弹可以打死鸟啊。鸟可以啊。我们总看电视嘛，然后国家现在就允许东北那边啊，他们有的时候让那个季节性的狩猎哈允许持有。你们这边全年都可以拿吗？哇。那为什么你们可以带枪呀？以前呢是我们办事带枪。现在中国部落对，我也请我们带枪。那以前带枪是为了防止有人来抢东西哈。对呀。那你们的腰后面别的是刀吗？刀是有啊，刀是有。哇。你们这边都是这样子的发型啊？对呀。这是拿镰刀剃的吗？镰刀剃啊。这是镰刀剃出来的。镰刀剃啊。我在网上看说，这个巴沙寨子里哈，男性的发型都是这样子的，两边剪完就留中间这些。想剃是到那个农村岛是。我们也可以剃啊。可以剃啊。哦，给你剃一个。就想剃也是很长。哈哈。哦。想剃都要做新郎。要成年了才能剃啊。对。哦。做新郎才能剃，好。小朋友是什么发型呀？就是普通的哈。我能不能摸一下？可以摸。我怕给你们摸走火。哎呦，很重，很重。哎呦，5、6斤了。4、5斤。这么沉。啊，5、6斤有了，挺重的。就是木头和铁的一块的，全是纯铁的。铁的，基本都是铁的。哦。厉害。纯的。那你们这像祖传的吧？都是。一家一把，一家几把？1家1把。哦，1家1把。哦。1家几把那个。不同于其他苗寨的蓝门酒迎宾，巴沙苗寨在芦笙迎宾曲后，以自己独特的代表最高礼遇的鸣枪仪式来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。离枪有点响啊，大家不要被枪吓到。哦。我。如果你在寨子里问村民贵姓，他说滚，请一定不要生气。巴沙苗寨里的人自称是蚩尤的后裔，因战败而向西南地区撤退。巴沙祖先为了让后人记住耻辱，毅然改姓为滚。寨子里供游客自由参观的区域并不是很大，游客通道沿线摆满了各种旅游纪念品和拉客的小商贩，商业气氛浓重。转了一会儿后，我们决定去寨门口象征着巴沙神秘树葬文化的小树林去看看。这边呢有一棵生命树，生命树就是巴沙人在小孩刚出生降临的时候，同时会给他种下一棵树。这个树上面写了名字，每个人的树都有自己的名字。这个树上面写的是滚拉拉生命树，就说明这个树的主人叫做滚拉拉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棵树呢，常青树啊，这个据说是当地的以前一个苗族的首领，也就是苗王，他的一棵常青树。常青树呢是在人去世之后，把它会埋在这个下面，同时会种上一棵树。那这个苗王呢，据说是300年前当的苗王。那按推算的话，这棵树至少有300年的树龄了。巴沙苗寨对树是有崇拜情节的，他们这地方从来不砍树。以前这地方人穷，但是这个寨子周围的树是从来不会砍的。
这边的小孩呢，一出生就会给他有一棵那个生命树，小树开始伴着他一块儿成长。等到这个人长大以后，最后老了去世了，会把这个他的生命树砍下来作为棺材，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再埋到一棵新树苗下面，来作为一个生命的延续。因为树在生长，感觉人的生命也没有完全的消逝。但是这里呢，从来不砍树的这个惯例，在什么时候被打破了呢？就是在1976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。看看后面有一个敬献毛主席纪念堂的香樟纪念亭。在当年毛主席去世之后呢，这边的人呢是砍了一棵是年代也比较长的，可以说是树王的一棵香樟树，当时是敬献给了毛主席的纪念堂。哎，涛哥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大街上就是那些成年男子那个发型儿，看到没？看到了。他们那个头发都是好像把边儿上剪得特别短，甚至有的剃光了，只留中间的这一块。是的。然后把这块留长，而且上面会挽一个那种发髻。对，是吧？是的。你会觉得特别形象，特别像那个日本的武士。是。以前就是有日本的学者，日本专门研究民族和民俗的学者来到巴沙这块来寻根。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呢，这边人的他那个发型，还有他的衣服穿着，以及佩戴那个，这还配了一把刀，还有这边背着一个枪，就这个整个形象特别的像日本的武士。所以有一些学者是认为，就是巴沙这边是以前日本人的祖先。因为呢，巴沙这块据传说哈，这边是蚩尤第3个儿子的后裔，也是比较久远了。有很多人就认为有这个可能性，说是这块是日本人的祖先，当然这个也没有证实过。如今巴沙苗寨的年轻人大多离开了这里，去了大城市生活。当枪和枪手成为表演的工具时，最后这个定义则变得愈发准确，而古老的持枪传统恐怕也将淹没于历史的浪潮中。眼前的这个寨子不是苗寨，而是侗寨，它就是全国最大的侗族村寨，素有侗乡第1寨之美誉的肇兴侗寨。2018年的时候，这里曾经作为春晚的分会场之一。下面就跟着文涛和狒狒一起探秘这个被国家地理称为中国最美的6大乡村古镇之一的神秘村寨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肇兴侗寨的大门口，我俩一会儿先去取个票，然后这边过安检就可以进去了。今天这儿好热呀，我们俩都已经换更薄的衣服了。到了寨子的大门口，迎接我们的就是最具特色的侗族迎宾表演以及迎宾酒了。下面就跟着狒狒一起体验一下吧。侗族的传统服饰，女生都穿短裙，这是一大特色。加米酒啊，尝一下吗？会喝醉吗？不会的，一点点。哇，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那个侗寨里面主街道的一些情景了，跟那个千户苗寨特别像，一个中间一条主干道主要是商业，然后再往上面往坡上面走，那些就是比较原生态的民居了。是的。这个侗寨是全中国最大的一个侗族寨子，里面的所有人都姓陆，陆就是陆地的陆，都姓陆。然后呢，这个寨子据说是有5个组，下来有6000多人呢，挺大的哈。刚进入侗寨，
迎面而来的就是客栈和租民族服装的商店。但是寨子古朴的氛围加上周边青山绿水的环境，还是让人心旷神怡。片刻后就到了寨子的核心区域，虽然还是有很多小店，但是已经有很多当地的特色呈现在我们面前。在侗族的鼓楼下面，我们看到了很多老人在下黑白相间的棋，显然不是围棋，打听过后才知道这叫3-3棋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肇兴侗寨里面的第一个鼓楼。这个侗寨呢是分成5个部分，它们叫团，1到5团。这5个团的名称分别是仁义礼智信、仁团、义团、礼团、智团和信团。说到侗族和侗寨，不得不提的就是侗族最大的特色鼓楼。侗族村寨一般都有1到2个鼓楼，但是肇兴侗寨有5个，足见这个寨子的规模。它们分别代表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肇兴侗寨以鼓楼群最为著名，其鼓楼在全国侗寨中绝无仅有，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，被誉为鼓楼文化艺术之乡。寨中舞团共建有鼓楼5座、花桥5座、戏台5座。5座鼓楼的外观、高低、大小、风格迥异。在肇兴侗寨是不用买水的，冰甜的山泉水游客随便喝。肇兴侗寨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少数民族村寨，但是在这里短短的1天时间里，我们感受到它很大的不同。这个古寨虽然有商业，但是它依然保留了那份古朴和宁静。这里的游客和当地人似乎平行，又似乎交织，分寸恰到好处。下次我们一定会小住几天。我们现在在去桂林的路上，刚刚下了高速，走的是国道。最后这点路呢，高速国道差不多我们走到国道，这是国道321。这块距离桂林还有70公里左右，需要开车1个多小时。这是我们订的公寓，还行啊。挺大的，比我看的图片大呀，它中间没有这个沙发啊。我们今天去了2个地儿，一个是象山，还有一个叫什么独秀山、独秀峰王城景区。好饿啊！今天外面超大的雨，我俩吃个饭。看我的桂林米粉，我觉得还挺便宜的。刚才我们之前挺大一碗的，才6块钱。哦，桂林那边粉都便宜啊。好冷啊！今天我们到桂林已经好几天了，但每天在下雨，每天都没办法出去玩。但是也不能再耽搁行程了，准备今天冒着雨出去那边看看吧，拍张照。对，雨超大，现在小点了，刚才的雨往下打呢，都是在那。象山景区入口，我们到象山了。现在狒狒去买票。今天雨太大了，我的天！看地上的雨，跟河一样在流。现在去买票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。我和文涛已经在桂林待了好几天了，但每天都在下雨。今天的雨呢，相对小了一点点，但依然很大。我们今天来到了桂林的一个算是地标的建筑吧，象山公园。以前我们小学课文的那个课本上也有。我俩刚刚已经买过票了，现在进去吧。我觉得今天雨大也玩不好，就进到跟前拍个照好了。我们已经进来了，票多少钱55。哦，15，半票27.5，挺贵的。我觉得桂林这边门票挺贵的。对，它这个就是不去玩那个漓江和阳朔那边，光在市区，对，它有个两江4湖什么的。是。然后如果要坐船整个玩下来的话，得300-400呢一个人，还是蛮贵的。哎，我好像看到了，这个不就是那个象山吗？
但是吗角度不对，现在看不着，就这一座。现在背后是吧？啊？现在在背后是吧？对，它那个鼻子在那口，我们往那边走。这山看起来不高啊，我看资料说这个山的那个垂直落差只有50米，挺矮的一个，但它那个造型实在是太精妙了啊！一会儿我们到正面到前面去看一下。这么多游客啊！我还以为今天下雨没人呢。大家都冒着这么大的雨在因为雨就不带停的，大家等不了了。对啊，我和文头也是，我们在桂林等了好几天了没出来，实在是没办法，因为后面还报预报还是雨。对，我们在等，这样等下去得等到冬天了，感觉。象山景区内处处都是大象的印记，可惜我们第2次来到象山，天公依旧不作美，暴雨如注，湍急的水流似乎把桥都要淹没了。今天的雨好大，这条河感觉快涨满了。这个象山这块是那个桂林市区的那个桃花江汇入漓江的地方。这个应该是支流，看着小一点，前面那个大点的是漓江。咱过桥去爱琴岛那儿看一下。那个地方呢是看整个象山最佳的一个角度。我觉得以后下雨的话，来这种地儿直奔那个象山好了。今天的水特别的大，刚才在下暴雨。冒着暴雨来到了象山前，发现虽然天气恶劣，还是很多的游人，可见象山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。江面雾气蒙蒙，这头大象依旧静静地立在江中吸水，不在乎阴晴，如同过去1000万年一样。我们终于来到了看象山的最佳的一个观景角度了。从这儿看呢，这个象山特别惟妙惟肖，很像一只大象站在岸边，然后把那个长鼻子伸入漓江中，在里面吸水的一个画面啊，特别漂亮。然后这个象山呢，其实很早就有了，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是游览胜地了，已经拥有超过1000年的一个开发历史了。那里面有个就是象鼻子和身体中间那一块形成了一个山洞，天然的山洞，那个洞叫水月洞。那个洞的两侧洞壁上都有历代文人墨客题的一些题刻。最有名的2句是江作青罗带，山如碧玉簪。我们现在从这儿只能远远地看过去，到不了跟前。这个象山公园呢，虽然名气很大，特别有名，大家来桂林一定会来这儿打卡。但这个景区里的面积，或者说可以游玩的面积，实在是不是很大。其实来这儿的话，我建议半个小时就足够了。江作青罗带，山如碧玉簪。韩愈在1300年前所做的诗句依旧回荡在耳边，多么奇妙的穿越时空的感觉！希望下次能见到阳光下的象山。